你是否曾经对自己某些面向感到厌恶？那个容易生气的你，那个总是逃避责任的你，那个敏感、脆弱、不够成熟的你，让你想逃、想改，甚至想抹去。你看着那些不够好的样子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责备：我怎么又这样？我怎么还没改掉？为什么我总是搞砸？但你知道吗？你讨厌的那一面，其实正在寻求爱。它不是问题的根源，它是你内在一部分。那部分也许来自过往的伤痛，也许来自童年的匮乏。它不是坏，它只是孤单。它像是一个常年被忽略的孩子，因为没人看见，所以开始用不被喜欢的方式求关注；因为没被理解，所以用混乱、愤怒、破坏来发声。当你越是责备他，他就越是大声；当你越想控制他，他就越是失控。不是因为他想对抗你，而是因为他太想被爱了。太久了，他只是想被你看见，想听你说一句：我知道你一直在，我愿意抱抱你。你不需要改掉他，压抑他，切割他，你只需要转身，蹲下来，看着那个总让你心烦的自己，说：谢谢你陪我这么久，辛苦你了。这样的语气，不是放纵，而是理解；不是纵容，而是疗愈。真正的爱，是对自己的全面接纳，不只爱你光鲜亮丽的那面，也爱你情绪化、敏感、脆弱、迷失的样子。你不需要完美，才配得上自己温柔的对待。那些你曾经想消灭的部分，其实都是你内在尚未被拥抱的孩子。当你愿意爱回去，他们就会停止抗争，他们会安静下来，因为终于被接住了。这就是整合，这就是觉醒的起点。你不是去除掉某个部分，而是让整个你重新合而为一，让你的黑夜与光明共存，让你的阴影与力量同在。请你记得，越是想推开的自己，越是需要你的拥抱；越是让你痛苦的样子，越是在渴望爱的到来。你讨厌的那一面，不需要被改掉，它需要的是你的一句话：我看见你了，我不会再丢下你了。而当你这么做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爱不是给那个变得更好的人，爱是给现在这个你，不完美，但诚实存在的你。你是否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着苛刻的话？我怎么又搞砸了？我怎么还是不够好？我就是没用，不值得，不够漂亮，不够聪明。这些声音也许从来不是大声的，但它们总在你失败时悄悄出现，在你照镜子的瞬间，在你错过一个机会的时候，在你又感到不被爱的夜里，一次次的提醒你，你还不够。你可能以为这些批判是一种惩罚，是坏习惯，是自我打击，但请你停下来，深深地看看这些声音的源头，你会发现，那其实是你灵魂深处渴望被爱的证明。因为你在意，才会责备；因为你想要更好，才会批判现在的自己；因为你太渴望被拥抱、被认可、被看见，所以才会在每次不符合期待的时候，把失望转向自己。那些批判的语句，其实都是变形的祈求，都是一种委屈的呐喊，请你看看我，请你爱我，就算我现在这么不完美。我们学会苛责自己，是因为从小被告知，只有够好、够乖、够成功，才值得被爱、被接受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内化了这样的条件是爱，以为只有批判，只有自我要求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但亲爱的，爱从来不该建立在伤害上。真正让你改变的，不是责骂，是理解；真正让你成长的，不是批判，是接纳。你不需要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渴望。你已经值得，就算现在还不够完美，
还在学习，还会犯错，你也值得被温柔的对待，值得被爱，被相信，被拥抱。下次当你又想对自己说出苛刻的话时，请你先停下来，深呼吸，问问自己，我其实是不是只是很想被爱？然后，请你用爱的语言回应那份渴望。你可以轻声地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只是想要好一点，没关系，我在这里，我不会丢下你。这样的话语会一点一滴地松开你心里那个紧抓批判的小孩。因为你不需要用惩罚自己来换爱，你可以用爱自己来转化伤。你对自己的批判从来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你太想被认可、被看见、被珍惜。请你把这份渴望转向你自己，成为第一个不再责备，而是愿意深深拥抱你的人。那一刻，你不再等待别人来证明你的价值，你已经开始用爱回答你自己。痛从来不是问题，真正困住你的是你对痛的定义。你以为痛是失败，是退步，是不够好，你以为痛是不应该有的，是负面的，是阻碍前进的敌人，于是你对抗它，逃避它，压抑它，甚至一旦感到痛，就立刻质疑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我是不是吸引错误的东西？是不是我不够积极，不够正向，不够有信念？但其实，痛不是错误，它是讯号。它是一种提醒，一种召唤，一种灵魂在说话的方式。真正困住你的，不是痛本身，而是你把痛误解成了危险，成了必须立刻停止，成了证明我不行。而这样的定义，让你不敢前进，不敢感受，不敢变动，让你一遇到不舒服就退缩，一遇到混乱就怀疑整个方向，甚至怀疑自己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很多最深的成长都是从痛开始的，很多最重要的觉醒都是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那一刻诞生的。痛不是来害你，是来开启你内在尚未看见的部分。当你愿意换一种眼光看待痛，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转化的入口，是扩张的起点。不是你不够灵性才会痛，是因为你够真实，够敞开，才会去触碰那些深层的东西。你才会开始松动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，那些早就不适合你的模式，那些长久压抑的渴望。你正在蜕变，只是蜕变的过程从来都不轻松。那不是错，那是证明你正在走在灵魂选择的路上。所以，当你再次感受到痛的时候，请你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是不是又把痛定义成危险了？如果这份痛是为了打开我，那他想带我去哪里？这样的提问会让你从受困的角色转变为创造者，会让你从抗拒的状态走向合作的心态。你开始不是去摆脱痛，而是去倾听痛，与它同行。痛不会一直存在，但它会留下礼物，一份更深的理解，一份更大的爱，一份你对自己新的看见。真正让你自由的，不是痛消失了，而是你不再害怕痛，也不再让它定义你的价值与方向。你开始知道，我可以痛，但我不被痛困住。我可以难过，但我不再把难过当成退步。我可以脆弱，但我知道，那正是我成长的入口。当你重新定义痛，你也就重新定义了自己。你不再是被打倒的人，你是那个愿意走进痛、理解痛、穿越痛的灵魂旅人。这样的你，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。我们常常以为，只要不去想，不去感觉，那些不舒服的情绪就会慢慢淡去，痛苦会自动消散，创伤会被时间冲淡，甚至我们告诉自己，不要再想了，这样才正向。于是你把那些悲伤锁起来，
把愤怒吞下去，把失望压在笑容后面，但心里最深的地方，你知道他们从未真正离开，他们只是被你藏得很好，藏到你都快以为他们不存在。然而你发现，即使你假装不在意，你的人生却总在某些地方卡住，关系一直在重复同样的破裂，金钱总是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渴望的机会总是错过一步，你努力改变现实，却感觉一切都在原地绕圈。这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正在逃避的那些感受，早已悄悄地接管了你的能量，并透过潜意识影响着你所吸引的每一个现实版本。你逃避的不只是情绪，你是在逃避那个等待你回头的自己，那个曾经痛过、哭过，需要被抱住却只能坚强的你。感受是能量，是频率，当它没有被你看见，被你穿越，它就无法被释放，而它的重量会默默地拉着你的人生往某个方向走，直到你终于愿意停下来，对它说：我愿意听你说了。你以为的没事，其实一直有事，你以为你压得住，其实是它在掌控你。你越逃避的感受，越会透过现实来让你看见它的存在。你不想面对的孤单，就透过关系的距离显化；你不愿承认的恐惧，就透过生活的混乱展现；你还没释放的悲伤，就透过身体的疲惫诉说。这不是惩罚，是爱的提醒，是宇宙用最诚实的方式对你说：你的情绪很重要，请你别再忽略它。当你开始有勇气去感觉，不是分析，不是解释，而是单纯的允许它存在，允许它流动，允许它被理解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它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。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情绪本身，而是你花了太多力气在压抑与逃避。当你开始愿意正视那些被你压在心底的感受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现实也开始跟着松动、转变。因为你不再与自己对立，你开始成为自己能量的整合者，而不是切割者。你越愿意感受，你就越自由。你越不逃避，他们就越愿意被释放。情绪只是经过你的客人，不是你的敌人。你只要打开门，让他们来，也让他们走，你就会回到那个原本就完整、清明、有力量的自己。真正的显化，从来不是靠头脑去控制现实，而是靠你是否愿意真正的活出自己内在的每一份真实。而这份真实，从你愿意感受开始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还不够好，太情绪化，太敏感，太容易受伤，太复杂。于是我们走上了不断修正与自我改造的路，看了无数疗愈的书，听了许多心灵课程，试着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，好像那样才值得爱，才足够被接纳。但你知道吗？你从来不需要被治愈，你只是需要被理解。那个总是担心别人想法的你，不是太在意，而是曾经在意却没人看见。那个一点小事就想哭的你，不是太脆弱，而是太久没有好好被听懂。那个总是怀疑自己、否定自己、压抑自己的你，不是有病，而是太久没有人告诉你，你这样其实没有错。你不需要变得更坚强、更正向、更成熟，你只需要有一个空间，让你可以毫不防备地说出我真的很累，让你可以在不被评价的状态下静静地流泪，让你可以把那些你以为不应该存在的自己慢慢地展现出来。我们渴望改变，是因为我们以为原本的我不够好，但真正的疗愈不是让你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让你终于愿意拥抱现在的我。你之所以痛，不是因为你坏了，而是因为你太久没被理解。你之所以卡住，不是因为你有问题，而是你太努力想修好自己，
反而没有给自己空间去听懂自己。每一个情绪背后，其实都藏着一个很单纯的需求，而每一个被你忽略的自己，都还在等你回头告诉他：我懂你了，我没有再要你改变了。理解是最深的疗愈，它不是从外面来的解法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，而是你愿意蹲下来，与自己并肩而坐的那一刻。当你开始不再试图治愈每一个情绪，每一段过去，每一个错误，而是开始理解它们的存在理由，你就会发现，它们不再那么可怕，不再那么沉重，甚至它们会成为你最柔软、最有力量的部分。你不是有问题需要被修理的人，你是需要被理解的灵魂。你值得被看见，不只是你成功的样子，也包括你迷惘、混乱、懦弱的样子。那全都是你，那些不完美的组合，才构成了此刻这个深刻而真实的你。所以，请你放下那股我要快点变好的焦虑，请你静静地对自己说一句：没关系，我现在这样就很好。当你真的开始理解自己，那股温柔的力量会自然而然从你心里升起，它不是外来的光，而是你本来就拥有的。而那时的你，不再需要证明什么，你已经是完整的，是被理解的，是自由的。我们总是渴望成为更好的人，更稳定，更成熟，更成功，更被爱，于是我们不自觉地把某些不够好的面向藏了起来，把嫉妒压下，把愤怒吞下，把软弱包起来，甚至连脆弱的念头都觉得羞耻，不配存在。我们学会了压抑与切割，学会了只展示应该被喜欢的部分，而把那些混乱的、失控的、敏感的自己丢进黑暗里，以为只要看不见它们，我们就能更靠近光明。但你知道吗？每一份你压抑的阴影，都藏着一个你遗失的天赋。那份你羞于承认的嫉妒，也许其实是在提醒你，你渴望的不该被压抑，你有能力拥有那份你一直想改掉的愤怒，也许正是你灵魂中对界限、对真实、对不公平的深层回应。那份你极力隐藏的依赖感，也许其实蕴含着你对连结、对深度情感的天赋理解。阴影不是你错了，是你还没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让那部分的你说话。你把它压进黑暗，它就变形，变得尖锐，变得失控。但当你愿意照亮它，它会变成你的敏锐、你的洞察、你的创造力。我们不是因为坏才有阴影，而是因为灵魂完整，所以拥有光与暗的两面。阴影只是那些被误解的能量，它们渴望被看见、被转化、被拥抱。一旦你愿意正视它们，你就会找回自己遗失的力量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完整。你不需要只活在光里，你需要光与影共存，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当你可以与所有的自己和平共处，不再切割，不再压抑，不再否定任何一个面向。当你开始对阴影敞开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不是要变得更好，而是要允许自己成为全部的自己。那时你才会真正明白，原来我讨厌的那一面，原来我以为该修正的那一面，原来是我遗失已久的天赋。它等着我不再害怕，不再否定，而是带着理解与爱，轻轻地把它迎回心里。每一份阴影，其实都是你灵魂留下的礼物，等着你有一天愿意伸出手把它打开。而当你这么做了，你会发现那里藏着你最深的力量，最独特的光芒，那就是你真正的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
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